平静祥和的法国小镇，年轻漂亮的妻子出门晨跑，却再也没回家。丈夫心急如焚，在镜头面前声泪俱下。媒体助攻，举国上下密切关注，警方也全力调查。妻子能否平安归来？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档案。今天这个案件发生在法国上索恩省的格雷城。这座不起眼的小镇呢，位于法国东北部，距离首都巴黎300多公里。2017年10月28日这天，一名叫 Jonathan Daval 的34岁男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冲进警局，声称自己的29岁的妻子呢 Alexia 出门跑步后就再也没回来，自己在家左等右等，怎么着都等不到妻子，全家出动哪儿都找遍了，但是妻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无奈只能求助于警察。一个出门跑步的年轻女子，光天化日之下人间蒸发，这太奇怪了吧。小两口前一晚上还参加了愉快的家庭聚会， Alexia 平日里也没有遇到什么大麻烦，因此警方首先就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由于她出去跑步的时候呢也没带手机，因此无法用 GPS 追踪其位置，于是宪兵队派出了200名宪兵和警犬进行大规模搜索，直升机和潜水员也对附近区域进行了详细排查，然而一无所获。眼瞅着案件毫无进展， Alexia 的母亲彻底慌了，她害怕这是一起绑架勒索案，她担心女儿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呢，法国媒体反应迅速， Alexia 失踪第2天就对案件进行了大量报道，呼吁民众提供线索。由于不排除这个案子是变态杀人犯所为，媒体同时也在提醒民众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此事同样惊动了小镇居民，至少有200名群众走上街头应援 Jonathan 一家，为他们打气并帮忙寻找 Alexia 的下落。队伍里哭得最伤心的莫过于 Jonathan， 面对镜头他表示妻子就是自己的挚爱，如同氧气一般，自己的人生不能没有 Alexia。 在岳父岳母的搀扶下， Jonathan 站上演讲台，声泪俱下，哭到差点晕厥。 Mon épouse et moi partageons la même soif de liberté à travers nos activités sportives. Alexia aimait nager et courir, passion qui nous réunissait, tant dans l'effort que dans l'épanouissement de notre couple. 这一幕不仅感动了在场所有人，也令电视机前的全国观众心碎落泪。人们同情这个好男人，感叹为什么好人却没好报，为什么他这么倒霉。大家多么希望奇迹能够发生，多么希望此时 Alexia 安然无恙地回家与亲人们团聚啊！根据家人朋友的证词，警察拼凑出 Alexia 失踪当天的动线。她的姐姐 Stephanie 早上9点15收到她的短信，说她现在打算出门跑步，路过姐姐家门口时会登门问声好。姐姐当时其实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 Alexia 的习惯是在家里的跑步机上跑步，怎么今儿突然要出门运动了，还特意发短信通知自己。不过她想着也许是妹妹心血来潮一时兴起，因此并没有在意，心想姐妹见面聊几句也好。时间来到9点50， Jonathan 开车抵达父母家，他情绪激动，非常的不安。母亲见状赶忙问儿子发生了什么。 Jonathan 说妻子上午出门跑步之后就一直没回来，他很担心她。母亲安慰说，哎呀 Alexia 这么大的人了，出去一个上午呢也算正常。在母亲的安慰下， Jonathan 的情绪有所缓和，随后驱车离开。10点40分， Jonathan 和岳父岳母在咖啡馆见面，告知此事。岳父母听到之后，陪 Jonathan 一同抵达小两口的住处查看情况，可是始终没有看见 Alexia 的身影。此时岳父母也没多想，也许是女儿在跑步途中遇上熟人，聊天没注意时间。不过为了安抚 Jonathan， 一家人还是决定开车沿途寻找 Alexia。搜索无果后， Jonathan 和家人又来到当地医院，万一 Alexia 跑步的时候突发意外，被好心人送到医院也说不定啊。在得知 Alexia 也不在医院时，一家人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妙，赶紧报警。根据 Jonathan 的描述，妻子早上将近9点出门跑步，一般会跑30-40分钟，这是第一次一去不归。按照 Jonathan 提供的妻子的穿着等线索，警方迅速展开搜索调查。时间来到10月30日，警方在小镇几公里外的森林发现一具烧焦的尸体，尸体被隐藏在一堆枯树之下，凶手要么太匆忙，要么是过于慌张，显然没有来得及仔细处理现场。
11月3日，法医尸检报告出炉，结果显示死者正是 Alexia。她生前遭受到严重的殴打，死因是窒息而亡。一家人得知此噩耗，悲痛欲绝。尸检报告出来的第2天，8000人发起了一场静默游行。走在最前面的 Jonathan 哭得稀里哗啦，他在岳父岳母的陪同下，好不容易才走完了全程。在随后为 Alexia 举办的葬礼中， Jonathan 再度情绪失控，哭到几近昏死过去。他还向岳父母发誓自己会替 Alexia 照顾好二老。妻子出事后呢，他几乎天天探望岳父母。而此时Jonathan 的内心其实并没有多悲伤，反而是无比的得意，因为他知道自己奥斯卡级别精湛的演技已经把全国人民给蒙在鼓里了。没有任何人怀疑 Alexia 的死跟他这个好好先生有任何关系。可是就在他以为自己稳操胜券之时，案件却迎来了新的变化。 It's always the husband。 妻子遇害，警方怎么可能不怀疑丈夫呢？其实警方早就怀疑凶手是 Jonathan， 只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所以才全程保密，配合他表演，甚至没有告诉 Alexia 的父母。他们走访了200多名街坊邻居和亲友，获取了一系列的人证物证，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位邻居在 Alexia 失踪前一晚听到小两口车子发动并开走的声音。所以警方怀疑Alexia 在27号就已经遇害， Jonathan 当晚外出就是为了抛尸跟毁灭证据。于是2018年1月29日，警察正式逮捕 Jonathan， 并对其住处进行了全面搜查。尽管 Jonathan 矢口否认自己是凶手，但汽车的导航记录、抛尸现场发现的轮胎痕迹、包裹尸体的床单、来自受害者卧室等一系列的证据全部都对得上，铁证如山，启容狡辩。哥们儿，你还是束手就擒吧，所有证据都指向你，你逃不掉了。警方的话犹如五雷轰顶， Jonathan 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栽了。像他这种情绪化表演型人格，心理素质根本就不行，关押了没多久就彻底崩溃，承认了杀妻事实。不过呢，他也不傻，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于是他说那就是个意外。那晚呢，他跟妻子参加完聚会，回到家之后，借着酒劲他兴致勃勃地想要跟妻子来一发。一向善解风情、来者不拒的 Alexia 最近却阴晴不定，经常翻脸，这次又给他拒绝了，这让 Jonathan 觉得颜面扫地二人随即爆发激烈争吵，妻子对他是又打又骂，甚至羞辱他不是个男人，那方面表现太差。常年积累的怒火终于在这个男人的心中爆发，他失手掐死了妻子，并用床单包裹尸体塞进汽车，随后驱车至几公里外的森林抛尸。人们这才明白，原来小两口并非外人眼中的完美夫妻。这些年来呢 ，Alexia 一直想要个孩子，但是就是要不上。于是他积极去医院寻求帮助，但是 Jonathan 却很不配合。时间一长Alexia 不免埋怨他，认为一切都是他的错，嫌弃他性无能，不是个男人。这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可是 Jonathan 虽然承认了人是他杀的，但是他说自己并没有放火焚尸。另一方面，当岳父母得知此事后，依然相信 Jonathan 是清白的，担心这孩子是不是惊吓过度，满口胡说了。Jonathan 认罪以后呢，检方以谋杀配偶的罪名正式起诉他，这意味着一旦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终身监禁。什么？你告诉我，前不久那个才博得了全国人民眼泪和同情的好丈夫，居然是个影帝级别的杀人犯？这个消息一出在法国引发了舆论大地震，民众是一片哗然Jonathan 凭一己之力将全国人民当猴耍此等渣男必须严惩。认罪后的 Jonathan 情绪相当不稳定，动不动就崩溃大哭，疑似抑郁症。于是他从关押的监狱被送往精神病院观察治疗。而眼瞅着案件水落石出，审判也可以提上日程了，没想到 Jonathan 突然翻供了。2018年6月27日 Jonathan 称自己根本没杀害妻子，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是谁呢？姐夫 Gregory。 这个反转可是个重磅炸弹这第二个版本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Jonathan 说当晚其实是 Alexia 和他的姐姐 Stephanie 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姐夫 Gregory 前来劝架，没想到发生了肢体冲突，一失手就这么把 Alexia 给掐死了。为了保护姐夫，全家人一起撒谎演戏，
自己则沦为了替罪羊。说实话，他这套新的说辞压根儿没人相信。但是当他突然改口，这么一盆脏水泼到姐夫那儿，吃瓜群众又沸腾了。你看，这个案子肯定还有反转吧？法国警方呢，则在这个案子上表现得非常靠谱，没有被舆论牵着鼻子走。相反啊，他们在 Jonathan 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份犯罪计划，手法和思路记录得清清楚楚。最关键的是，检方这边有用鞋底子抽他脸的证据。死者身上只有 Jonathan 的 DNA， 姐夫杀人根本毫无证据支撑。由此啊 ，Jonathan 试图泼污水干扰视线的做法不攻自破，姐夫的嫌疑被排除。至于 Jonathan 的精神状况到底是真抑郁还是装的，精神病学及心理学专家给出了鉴定结果。Jonathan 存在犯罪危险性，擅长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把黑的说成是白的。打这以后啊，全国民众彻底明白了 ，Jonathan 就是个骗子。人们感到深深的背叛，觉得怒火中烧。在法国啊，平均每3天就有一名女性死于现任或者前任伴侣手里。所以法国女权主义协会受够了 Jonathan 这样的杀人犯，痛斥他是找借口的孬种，明明是杀人恶魔，却还甩锅他人。时间呢，来到2018年12月7日 ，Jonathan 第2次认罪了。一切来得有点太突然，难道他是良心发现，最终选择认罪伏法吗？原来啊，是这天岳父岳母带着一张女儿 Alexia 的照片前来探监，试图唤醒 Jonathan 的良知。当 Jonathan 看到照片的那一刻，脑海中浮现出自己与枕边人的美好回忆，心房最终瓦解，他当场崩溃大哭，心一软便承认了罪行。他的供词修改了无数遍之后，最终回到了那个最初的版本。2019年3月呢 ，Jonathan 向警方供述了全部的犯案细节。随后，警方带他前往案发现场，从夫妇2人的住处到抛尸的森林，以还原犯罪过程。Jonathan 承认自己暴力殴打妻子并将其杀害，这一点与法医尸检报告也相符。其次，他首次承认了放火焚尸，企图毁尸灭迹。由于该案轰动全国，备受关注，警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相关专家研究报告多达50篇，其中一篇报告详细分析了 Jonathan 的杀人动机，可能在于妻子嘲讽他那方面不行，所以恼羞成怒，失去理智，为了让对方闭上嘴巴而失手杀人。2020年11月16日，终于迎来了这个恶魔的审判日。开庭第一天，原告律师便向 Jonathan 开足火力放大招，声称警方在 Alexia 的衣服上检测到 Jonathan 的精液，说明他不仅杀妻，还性侵了尸体。不过这个说法遭到检方的驳回。根据 Jonathan 的供认案发3天前2个人发生过关系，检方认为几天后在死者衣服上检测到精液属于正常。随后检方公布了 Alexia 的尸检报告。当提到 Jonathan 杀妻的种种细节，包括尸体上有哪些伤痕、焚烧程度等等的时候， Jonathan 多次捂住耳朵，以逃避良心的谴责。而遇害者父母呢，也因为实在无法面对女儿被害时的惨状，而暂时选择离席。至此2位老人也终于认清了女婿的真面目，他们希望将他尽快绳之以法，以告慰女儿的在天之灵。经过6天的审理， Jonathan 最终被判有期徒刑25年。他的辩护律师当庭表示不会上诉，此案终于尘埃落定。最后咱们来分析一下 Jonathan 的性格形成，以及他和 Alexia 的婚姻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看上去唯唯诺诺、动不动心态崩溃的 Jonathan， 他杀妻的狠劲儿和胆量到底来自于哪儿呢？他对妻子有什么深仇大恨，非取人性命不可？首先原生家庭和成长环境导致了他畸形矛盾的这个戏精的性格。Jonathan 呢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体弱多病，从小被母亲过度保护，在学校呢跟同学关系也不好，学习成绩很糟糕，基本上就生活在自己的气泡里。Jonathan 很小的时候父母便离婚了，1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又是一记重创。心理学家认为童年的心理创伤对他而言等于一次又一次被父母抛弃，缺乏爱与自我认同感让他变得越来越自卑和自闭，而扮演受害者家属受到全国的关注，恰好填补了心中的无底黑洞。另一方面Jonathan 和 Alexia 的性格差异巨大。Jonathan 很孤僻，不善言谈，属于那种缺乏点魅力的类型。毕竟机智幽默、侃侃而谈的男人在法国最受欢迎。Alexia 呢，则恰恰相反，
她活泼开朗，性格阳光，选择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小男人结婚。亲朋好友虽然感觉反差太大不合适，但婚姻毕竟是人家2个人的事儿，大家呀只能祝福。如此不同世界的2个人，也许一开始就不应该在一起。从2016年开始，2个人就因为夫妻生活以及要孩子的问题争吵不断。女方想要孩子，男方只想逃避，矛盾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最后失控。此案成为法国历史上杀害女性的代表性大案。这个案子再次提醒了女性朋友们，如果你遇到的另一半总是感觉不好，却不知道为什么，或者干脆已经实锤了是个渣男，那么千万不要恋战，不要试图挽回和改造，赶紧跑断舍离。感谢收看 M2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咱们下期再见。